女人在任何时候再爱这个男人，也不能为他做的3件事，尤其是最后一件，做了将来你肯定后悔。点赞收藏，可以反复观看来提醒自己。第一件事，不要为了男人放弃赚钱的能力。男人说的我养你，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出于真心，但搁不住生活的一地鸡毛和平淡岁月的磨砺啊。人心不是一成不变的，激情过后你再伸手要钱，那就成了你吃我的喝我的了。老师见过太多血淋淋的例子，他们已经和社会脱轨了，再想回归职场太难了，在婚姻中痛苦万分，却又没有离开的能力和底气。所以我奉劝女性，任何时候还是不要放弃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逆风翻盘也要自身具备实力的。第二件，毫不费力就得到的东西是不会被珍惜的，所以永远不要让男人在你这里得到免费的东西，不管是爱还是钱。为对方付出真心和爱都没有错，但不是没有底线毫无保留，因为好的感情不是单方的付出，前提是要双向奔赴。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爱人先爱己，不要拿自己的真心去挑战人性，不然你只会得到惨痛的教训。爱自己并不是自私，委曲求全并不是好的表达爱的方式。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足够好，对方才会以这个为最低的标准去爱你。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怎么看一个男人有没有本事？很简单，从他的妻子身上就能看出答案，看这2点就够了。第一，看穿着打扮，看妻子穿着是否大方得体，打扮是否精致。大部分女人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回家做饭、收拾家务、照顾孩子，好不容易喘口气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敷过面膜、化过妆了。说到底，女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庭上，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打扮自己。但一个真正有本事的男人是不会让自己的妻子一个人去承担这一切的，即使自己的工作很忙，也会抽出时间和妻子一同分担。因此，当你看到一个女人有工作、有孩子，依旧注重打扮的话，说明她是幸福的，她的丈夫是个有责任心的男人。第二，看妻子的眼神。俗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通过看一个人的眼神，就能从中读出他的情绪，看出他的状态。说白了，就是看他有没有精气神儿。很多女人结婚后，眼眸就不如从前那般纯粹了，眼里的光随着生活上的柴米油盐逐渐变得暗淡，即使她的嘴角是微笑着，也掩饰不住她眼里的暗淡。所以当你发现一个女人眼神中总是透露的疲惫不堪的话，说明这个男人并没有让她安心。很多男人总以为自己穿着名牌衣服，开着豪车，别人就看得起你。但凡这样想的男人，层次真的很低。女人生活的不如意，指定是老公给的呀，所以老婆才是你最大的牌面。对老婆不好的男人，别人嘴上不说，实则是真的看不起你。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女人嫁人，千万不要嫁给一个不懂感恩的婆家，事事都背着你，和你斤斤计较，算计你，防着你。你对他们再好，都被认为是应该的。你和他们想法意见不一致了，他们立马和你翻脸，他们会让你目睹最丑恶的嘴脸。不是人人有良心有教养，你的善良给了不懂感恩的人，就是给了他们欺负你的借口。因为一块好肉永远煮不香一锅烂汤，你认同吗？我是百成刚，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我的一位粉丝留言，他是一位程序员，月薪2个 W 以上，父母都是老师，都有退休工资，老公家在小镇上，条件不是很好，他爸妈没别的要求，就希望婆家能够出个首付，在市里买套房子，让小两口自己来还房贷。婆婆说钱都供孩子上学了，拿不出钱，最后给凑了个几万块。他的爸妈体谅女儿，就把剩下的钱给补上了，只希望嫁过去婆家能够对她好一些。但婚后和他想象的一点也不一样，婆婆把他们的新房当成自己的家，住着不走，平时还管东管西，干涉她的生活，自己挣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还被婆婆指责不会过日子。吃饭婆婆只顾着他们的口味做饭，压根儿不管她，从来没有一点感恩的心，还觉得她高攀了她儿子。她怀孕坐月子，婆婆1分钱不拿，还穷得理直气壮。她一气之下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你说摊上这样的婆婆可气不可气？
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夫妻之间有9大魔鬼定律，你知道吗？赶紧看看你们占了几条。第一，干活定律，在丈夫的眼里，家里总是没有什么活；在妻子的眼里，家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第二，花钱定律，妻子花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孩子、男人和家，丈夫花钱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吸烟、喝酒和打牌。第三，说话定律，夫妻之间谁说的话越多，谁的话就越没有分量。第四，回家定律，妻子一出门就想回家，丈夫一出门就不爱回家，丈夫一旦不愿回家，妻子迟早也会离家。第五，伤害定律，夫妻之间谁付出的越多，分开时谁受到的伤害就越大。第六，讥笑定律，在懂得爱情的夫妻那里，相互间的讥笑会演化成一种幽默；在不懂得爱情的夫妻那里，相互之间的讥笑会演化成一场战争。第七，反感定律，男人最讨厌喋喋不休的女人，女人最讨厌沉默寡言的男人。第八，吵架定律，吵架后丈夫先道歉的婚姻往往比较幸福美满，妻子先低头的婚姻往往不太长久。第九，出轨定律，丈夫出轨会表现出大义凛然，让妻子为了孩子为了家原谅自己，而妻子出轨男人绝不原谅。什么家和孩子，离婚那是必然。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小袁结婚刚不到1年，因为一顿饭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十分不理解，就这点小事至于离婚吗？他觉得妻子在无理取闹。小袁听完了更是泣不成声。小袁老公总觉得做饭是女人的天职，自己作为男人就该饭来张口，吃完就走。两人都是上班族，上了1天的班回家，小袁还得给丈夫准备饭菜。不管小袁有多累，丈夫也不会搭把手，回家就是躺沙发上玩游戏。平时也总是把怎么还没有做饭啊，快点做饭，饿死了挂在嘴边，不做就罢了，还时不时的嫌弃小袁做饭难吃。她的包容和付出丈夫从来看不到。小袁虽然生气，但觉得老公只是不善家务，慢慢引导会好的。直到这次家庭聚会，她在厨房一直忙，他们一家人有说有笑，也不见帮忙。小袁碍于面子没有说什么，结果忙完出来一看，老公一大家子早就开吃了，很多菜都见底了。她忙里忙外1个晚上，没有1个人招呼她，其他人就算了，最让她伤心的是，她认为最亲的丈夫从头到尾也只顾着自己吃，压根没有想起她来。小袁说，那一刻突然觉得自己嫁错了人，嫁错了家庭，从头到尾她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过。她和她的父母都只是把我当作免费的保姆，洗衣做饭的老妈子。你觉得这是一件小事吗？婚姻是什么？是1日3餐共同分享，相濡以沫，彼此相伴。一个连吃饭都想不起你的丈夫，你觉得他会疼你、爱你、护你一辈子吗？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如果你娶到了这样的一个傻老婆，请好好珍惜她。她不会娇滴滴的装软弱，也不会哭哭啼啼的装可怜，总是一副大大咧咧、无所畏惧的样子。明明很累了还说没事儿，痛了还装无畏，嘴笨不会说好听的话，常常被忽视、被误解。但委屈和失落从未改变他们对家人深入骨髓的关心。他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却从未停下手中的操劳，煮饭、洗衣、收拾屋子、照顾长幼，一刻都没见他闲着。他不会高谈阔论、侃侃而谈，却懂得为人妻赤诚相待、一心相交，为家庭默默付出。他内心简单，认定了一个人就觉得是一辈子了。无论你穷富，他都不离不弃。他不计得失，并非真的好骗好哄，而是他甘愿与你风雨同舟。男人最大的幸运，莫过于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好妻子。他或许不善言辞，却懂你所想。他没有大智慧，却愿意与你同甘共苦，陪你终身。遇到了这样的女人，请好好珍惜她，这是你最大的福分。我是百成钢，关注我，做个幸福的人。